程景琛，我穿好婚纱等你一天，你现在在和别的女人结婚。依依姐，你不要怪景琛哥哥，都是我的错。清惹都快死了，结婚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，我帮他完成个心愿怎么了？你真的太恶毒了。好啊，你好好的帮他完成心愿吧。这婚我不结了。这都快正午了，新郎怎么还没来接亲？从没见过接亲拖这么久的。不会是路上出什么岔子了吧？吉时都快过了，这也太耽误事儿了。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。姐夫啥时候来？彩礼钱可不能出岔子。路上堵车很正常，景琛那么有钱又重情义，怎么会放你鸽子？这都1点了，怎么还没来？电话也不接，不行，我得去酒店看看。新郎还没接你就出门，像什么样子？难道就这样等着吗？我一定要去。你好，请问今天举办婚礼的宴会厅在哪一层？女士您好，婚礼宴会厅在2楼直行尽头。请2位新人交换戒指，许下一生的承诺。程景琛，你告诉我，今天是谁的婚礼？今天是我和你结婚的日子。依依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。程景琛，我穿好婚纱等你一天，你现在在和别的女人结婚。依依姐，你别生气，你不要怪景琛哥哥，这件事都是我的错。你的错？我身体一直不好，时日不多了。我这辈子唯一的心愿就是想穿一次婚纱，办一场婚礼。锦绣哥哥只是心软，帮我完成最后的心愿而已，你千万不要误会他。只要白清志一通电话，无论我们在吃饭、看电影、挑选婚房，他都会立刻抛下我，义无反顾奔赴对方。完成心愿，成全你的心愿，就要毁掉我的婚礼吗？沈念一，你能不能懂事一点？清理命都快没了，我只是帮他圆一个这辈子唯一的遗憾。婚礼只是一个形式而已，我们以后鼓办不就行了？你就不能体谅一下病人吗？景琛哥哥，别说了，是我不好，要不我把婚礼还给婉婉姐吧，我无所谓的，没必要因为我让你们吵架，毁了你们的婚事。好啊，你好好的帮他完成心愿吧。这婚我不结了。今天这婚你必须给我结了。你们早就知道程景琛要在婚礼前娶别人了吧？所以才故意拦着我。我的婚姻还轮不到你们来做主。景琛这么好的男人，有情有义，不嫁是你的损失。根本就是程景深给的彩礼太多，足够给我那个不争气的弟弟还清所有赌债。我在你们眼里只是一个商品。姐，爸妈说了，你的作用就是给咱们家赚钱，不然爸妈生你干什么？恭喜2位新人礼成，愿2位新人余生岁岁相伴，平安顺雷。也感谢各位亲友的莅临见证。依依，你要怪就怪我好了，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，景簪只是好心帮我一个忙而已。现在我的心愿已经实现了，以后我不会再打扰你们。别闹了，该到我们的婚礼了。依依，别闹了，该到我们的婚礼了。别碰我！依依，外面这么多亲戚都看着呢，你现在闹着逃婚算怎么回事？眼睁睁看着女婿在自家女儿的婚礼上和别的女人拜堂成基交换戒指，你们全程知情不报，甚至帮着阻拦我逃走，丢人吗？姐，你闹够没有？不就是结个婚吗？多大点事儿！白小姐身体不好，景琛哥陪陪她怎么了？你大度点会死吗？景琛哥哥，都怪我，是我太贪心了，要不你还是陪着依依姐吧。我一个人没关系的，我的心愿已经完成了，就算现在离开也无怨无悔。我不想让你们一家人闹得难堪。你看看青哥，再看看你，同样是女人，她善良懂事，知恩图报，而你咄咄逼人，心胸狭隘，让所有人下不来台。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到底要不要好好跟我完成婚礼？好好完成婚礼？程景琛，你配吗？你背着我和别的女人办婚礼换戒指，背叛感情，践踏我的真心。我爸妈为了彩礼卖女儿，我弟弟自私懦弱，只想自保，全场人冷眼旁观我的屈辱，没人替我说一句公道话。沈念一，你够了，立刻闭嘴！别闹了，赶紧上台，今天这婚必须结！安分点，
丢人现眼，赶紧把婚礼走完！放开我！我不结！依依听话，你就上台走个流程而已，又不损失什么。景琛给的彩礼足足80万，这笔钱早就全部拿去给你堵债窟窿了。你现在撂挑子搂着，明天催债的就直接家门口，咱们全家都没活路。你忍心看着一家人毁了吗？凭什么要拿我的一辈子换他安稳度日？多大点事你非要揪着不放，格局怎么这么小？男人重情义是好事，知恩图报是本分，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，不懂体谅？赶紧上台，别在这丢人现眼！叔叔阿姨，你们别难依依了，都怪我不好。如果依依介意我的存在，那就算了吧，我没关系的。我本来就不该奢求这些，我真的无所谓。依依，青枝都主动退让了，你别再闹屁了。不过一场形式仪式，我真正想共度一生的人只有你。我们上台走完流程，这件事就此翻篇。翻篇儿？看着你和别的女人交换戒指，接受宾客服吗？我做不到。姐，你别不识抬举。景琛家境好，人又体面，多少女人盼着嫁给他，你就稍微包容一下他那个生病的初恋怎么了？赶紧上台拜堂，不然咱们全家都得被讨债的逼疯。念意，大喜的日子别闹得太难看，凑合走完得了。是啊，程先生也说了，只是帮人圆梦，没必要死揪着不放。大家多担待，司仪，麻烦继续流程。接下来一拜天地。你是什么人？我们家里办喜事，外人随便闯进来干什么？赶紧出去，别耽误我们的仪式。叔叔，我是市医院的江月，是念一的同事，我不是来捣乱的，只是不忍心看着他被人强行束缚，逼着做自己完全不愿意的事。江医生，这是我和沈念一之间的家事，外人不方便插手，还请你先离开。今天这场婚礼，从一开始就只剩沈念一一个人在期待，你提前占用他精心挑选布置的场地。先和白清扯完成成婚仪式，转头又借着彩礼，家人逼迫他上台，从头到尾，你没有顾及过半分他的委屈。景琛心疼我，才临时陪我走个过场。我真的没有想过要抢的婚礼，更不想破坏他的好日子。你也看见了，青衣一直很懂事，她身体虚弱，经不起刺激。江医生没必要揪着这点小事上纲上线，身体不适需要静养，不是抢占别人婚礼、僭越正主位置的理由。真的想退让，早在仪式开始前就会拒绝。嘴上退让，身体死死占着唐婉的位置不肯挪步，这不是懂事，是揣着明白装糊涂。原来真的有人愿意为我挡下所有难堪与逼迫。你一个外人懂什么？我们家里的事儿轮得到你插嘴吗？80万彩礼都填了窟窿，依依必须结这个婚。就是，别多管闲事。我姐不嫁，我们家怎么办？婚姻从来不是一场交易，更不是逼迫女生牺牲自我、填补别人亏欠的工具。沈念一不愿意，就没有人能逼她。别怕，我带你走。江月，你放开她！今天是我和沈念一的婚礼，轮到你来带走她。从你选择和白青之站上婚礼舞台的那一刻起，这场婚礼就和念一无关了。对，无关了。我们到此为止。青之，你怎么样？别吓我！终于结束了。穿上吧，外面风大，刚经历这些，别着凉。江医生，今天真的谢谢你。如果不是你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脱身。不用谢，任何人都不该逼着接受自己不想要的人生，你也一样。从现在起，没人能再逼迫你、捆绑你，你自由了。通宵夜班别硬扛，补点糖分。工作重要，身体更重要。谢谢江医生，原来他早就以其次在无人看见的地方护着我。他身体一直不好，今天受了点刺激，突然就晕过去了。麻烦你们多费心。咦，对不起，我那天不是故意要逃婚的，你也亲眼看到了，青之当时情况紧急，我没有别的办法。你都已经结婚了，哪来的什么逃婚一说？我都说了，我只是在帮青完成最后的心愿，那场婚礼根本不算数。依依，我想娶的人从来只有你一个。想娶的人只有我，
这句话他张口就来。程景琛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还请你以后注意自己的身份，别让人误会。沈念怡，你也是医护人员，救人为先，难道你的病人跟你提一个力所能及的小要求，你也会这么狠心拒绝吗？力所能及，结婚都成了力所能及的小事，那在你眼里，到底还有什么算得上大事？你别再自欺欺人了，这世上从来没有既要又要的道理。你一直在我和白青义之间摇摆不定，既然你选不出来，那我来做这个决定，我退出，成全你们，从此大家各自欢喜。你明明知道我和青芝的过往，5年前他不辞而别，我差点垮掉。5年前，秦周怀和白青芝是彼此的初恋，他们约定好毕业就订婚，相守一生。可就在两人即将兑现承诺的前夕，白青芝忽然留下一句分手，二话不说独自远赴国外，彻底断了和他的所有联系。当年出国不是变心，是确诊恶性重疾，怕拖累我才狠心分手。所以你就可以一次次丢下我，可我才是你的未婚妻，我没有义务包容你的初恋。我不爱你了，分手。你父母已经收下我给的高额彩礼，当初是我好心给这笔钱，帮你缓和和家里的关系。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。我4岁被他们丢给奶奶，奶奶走后我独自打工，靠奖学金读完卫校。这么多年我从没花过他们1分钱，你凭什么擅自替我做主，用钱捆绑我？想要回这笔钱，你自己去找我父母讨要，别来找我。依依，别这么绝情，我们3年的感情不能说断就断。白青芝还在病房输液观察，你在这里纠缠我，耽误我给其他病人换药，万一他的护理流程出错，这个后果你承担得起吗？行，我不耽误你工作，我会在医院楼下等你下班，我们再好好谈一次。一个人吃夜宵，还喝酒了？心里闷得慌，随便出来吃点喝点放松一下。介意我坐一会儿吗？刚好路过，也想吃点夜宵。不介意，江医生请。麻辣味很重，很解压抑，也就只能靠这个减压了。遇到烦心事不用硬扛，偶尔放松，比憋着舒服多。谢谢江医生。吃吧，别空腹喝酒，伤胃。江医生，你平时也会半夜出来吃夜宵吗？我一直以为你作息很规律。手术结束的晚，偶尔会出来走走，放空一下。倒是你，很少见你这样独自喝酒放松。就是攒了点不开心的事儿，憋太久了，想找个方式泄氦气。不过吃完喝完，好像也没那么难受了。人都会有情绪低谷，不用逼自己时刻懂事坚强。难过就放松，释怀就向前。日子是自己的，不用被任何人困住。我们已经分手，我没必要向你报备行踪。我昨天只是气话。你这么急着和我分开，是不是早就和他暗生情愫？是不是就打算背叛我？你昨天刚和白清惹举办婚礼，算得上有妇之夫。身为成年人，应当懂得分寸。我和依依的事与你无关，别和他浪费口舌。原来被人坚定偏爱、稳稳护在身后的感觉是这样的。其实我很早就在喜欢你。当年我刚来医院实习，你给肥胖患者抽血屡次失败，被家属当众责骂，一个人躲在走廊偷偷哭。那时我就动心了。那时候我不够自信，眼睁睁看着你和程景琛走到一起。现在我不想再错过了，能不能给我一个追求你的机会？太晚了，我有点累，先上楼了。好，你好好休息，有事随时给我发消息。到此为止吧。陈念一，你怎么这么自私？你
弟弟欠了一大笔赌债，全天下只有程景泽愿意帮我们，人家都低头给你道歉了，你必须马上和他和好。我4岁就被你们抛弃，长大之后所有开销全靠自己，从来没花过你们1分钱，凭什么要牺牲我的一辈子去填弟弟的赌债窟窿？不孝女，忘恩负义逃婚，心死无声赔了护士。要不向医院举报。各位，请看这份住院病历。程景深昨日刚和白青之登记结婚，夫妻关系白纸黑字写得清楚。新婚妻子还躺在病房休养，他不去陪护，反倒纠缠前女友，实在荒唐。说起来，你到底喜欢我什么？第一次见你值夜班，困得站着都能睡着，却还是认真核对每一份药单。从那时候起就移鼻开眼。依依，我错了，跟我复合好不好？我马上和白青之断绝所有联系。我们换一家店吃，不在这里打扰。景琛，你当初明明承诺会一辈子对我不顾一切，别再来纠缠我，我们到此为止。你开我的车回医院急诊楼等我，这里我处理。各项结果全部出来了，他不存在全身扩散恶性肿瘤，只是轻度贫血，体质虚弱。所谓癌细胞扩散的诊断书，是他篡改旧病历伪造的假材料。当年他出国不是治病，是跟富二代私奔，被对方抛弃走投无路才回国。他看中静景琛的家境，利用他对白月光的执念装病同情，蓄意抢走你的婚礼。沈护士，白青之醒了，说想单独和你聊聊。依依，对不起，我时日不多，以后景琛就拜托你好好照顾了。不用演戏了，你根本没有重病。就算我装病又怎样？你从头到尾只是我缺席时的替代品。我们会录入系统，永久将他纳入本院就医及黑名单。我们到此为止，所有赠予你的首饰财物我会全部收回，以后不要再联系。求求你原谅我，只是太爱你了才会这样做。相处3个月，没有散杂纷扰，只有和你在一起的安稳。往后余生，能不能嫁给我？依依，我想清楚所有事了，今天全部坦白。当初我明知道你和原生父母隔阂极深，依旧主动能拿出高额彩礼，就是笃定他们贪财，能拿捆绑牵制你。婚礼那天，我默许白青怡霸占你的宴会厅，是我自己摇摆不定，放不下初恋的执念，又贪恋你长久以来的温柔包容，两边都不想放手。后来是我主动找到你爸妈，出钱收买他们去医院闹事，故意造论逼你妥协，只想逼你心原谅我。这1个月，我主动向警方递交证据，警方查证属实，你父母敲诈勒索，已经被判入狱。
你弟弟死性不改，赌博还抢劫，也蹲了监狱。我以为帮你扫去所有麻烦，就能弥补我对你造成的伤害，你就能回头和我在一起。婚礼上当众的羞辱，整整半年的委屈，不是你几句忏悔接法律报复他们就能抹平的。镜子碎了，就算拼回去，裂痕永远消不掉。从一开始就别亲手打碎。无论顺境逆境，贫富行病，我愿意一生守护沈念一，包容她所有委屈，永远站在她身前。第一次这么轻松，不用顾虑任何人。以后所有的轻松，所有的自由，所有的风景，都属于你。江医生，我们这样算不算真正的蜜月？当然。我前几天听说白青之也出国了，倒是挺巧的，我们刚好做开了国内的所有纠葛，一前一后都离开了。我知道，他出院后没多久就办了手续，出国疗养。程景琛最后还是选择陪着他处理完所有后续，彻底断了再来打扰你的资格。从来没有人把我照顾得这么好，以后每一天都会更好。江月，我好像做梦一样。以前的我，连好好活着都很累。从来不敢奢望这样的生活。风雨我挡，山河共赏，你只需要开心就好。小沈啊，不是大伯故意挑你刺儿，你一个护士，天天熬夜伺候病人，又脏又累，工资还低，没什么钱。就是这个理，以后你们结婚生了孩子，谁顾家，谁带娃？大伯、大伯母，护士虽然辛苦，但也是正经医护工作，救死扶伤，我做得很踏实。江月从来没有嫌弃过我的工作，我们两个人互相体谅。夜班休息时，他会主动分担家务。念一的工作是他真心热爱的事业，温柔、善良、有担当，值得所有人尊重。我尊重他的所有选择。收入高低、职业差异，从来都不是衡量一个人价值配不配的标准。说起来，当年小沈那件事，我们家族群里传了好一阵子，到现在还有外人拿来说笑呢。结婚当天，前任新郎跟别的女人拜堂，你当场闹场逃婚，说出去多丢人。当初江月要娶你，我们全家都不同意。是啊，姐，换作是我，这种黑历史我都不好意思跟着丈夫回老家见亲戚，亏你还大大方方过来聚餐。大伯母，堂姐，当年的事不是我的污点，是我及时止损。程景琛提前占用我预定的婚礼场地，当众和白月光办婚礼，又联合我父母拿彩礼逼迫我强行拜堂，换做任何一个有尊严的人都不会妥协留下。话不能这么讲，男人一时糊涂，忍一忍，大事化小。你当场闹开，所有人颜面尽失。容忍背叛不叫大度，叫委屈自己。我不愿意一辈子困在一段充满算计和欺骗的感情里。主动离开是我自己负责。我清楚全部真相，从未觉得他丢人，反而佩服他敢及时抽身的勇气。当年我亲眼目睹他被家人挟持逼迫拜堂，是我主动冲进去带他离开。再说你的家里，爸妈重男轻女，拿你换彩礼填儿子赌债，弟弟赌博抢劫坐牢，一家子全是麻烦。以后万一他们又找上门来闹事儿，拖累我们江家怎么办？我们江家几代书香门第，家底儿干净，你这娘家实在拿不出台面。可不是嘛，婚姻从来不是两个人的事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。
你娘家一身烂摊子，往后少不了给江月添堵。当初我们都劝月三思，她偏不听。大伯，原生家庭是我无法选择的，但我的人生是我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。4岁被抛弃，靠奖学金打零工读完卫校，成年后彻底和原生家庭切割。这么多年，我没有向他们提供过1分钱，也早已断绝往来。出身无法决定人品，你们家世再好，不代表可以随意拿别人无法选择的出身当众羞辱调侃。你跟江月结婚快1年了，怎么一点动静没有？江月年纪不小，外科医生作息本就辛苦，早点生孩子，我们还能帮忙搭把手。别一门心思扑在护士班上，女人终究还是要以家庭子嗣为重。对呀，依依姐，我结婚半年就怀了1胎，现在儿女全。女人再能干，没有孩子，婚姻始终不完整。你别总想着上班，耽误传宗接代。江家就江月这一根独苗，长辈都盼着抱宠孙子。小沈你也要懂事一点，早点备孕，把工作调清闲些。谢谢各位长辈关心，生孩子是我和江月2个人共同商量决定的事。小沈，长辈们说你也是为了你好，别不知好歹，收敛一下你的性子，多顺着江家人来。女人嫁进婆家就要懂得隐忍谦卑，长辈说几句不能顶嘴，你次次反驳，太没有规矩。脾气这么硬，以后婆媳亲戚相处早晚闹矛盾。我来。我统一跟大家说清楚几件事，往后也不必再拿这些话题反复刁难我。护士是正当体面职业，靠双手谋生，不丢人。我是欺骗与背叛的受害者，及时逃婚是自爱，不羞耻。我早已和生家庭断绝经济生活往来，不会拖累江家。备孕节奏由我和江月自主规划，不必外人催省施压。我有权拥有自己的事业。我完全认同唐婉说的每句话，她的委屈全部看在眼里。今天这事儿错不在念一，人家姑娘温柔懂事，主动讨好长辈，是你们一群人揪着人家过往家事轮番挖苦，换谁心里都难受。出身不能挑，过往不代表现在。念一自立自强，对江月一心一意，把小家庭打理妥当，是难得的好媳妇儿。往后谁也不准再拿她的私事原生家庭当众嚼隔枕，家族聚餐以和睦为深，不许再刻意刁难小辈。妈，我们也是担心江月。担心不是恶语伤人的借口，有顾虑可以私下好好沟通，没必要当众让小姑娘下不来台。奶奶，多谢您理解。我也希望往后和各位亲戚好好相处，只要彼此留有尊重，我愿意维系这份亲情。月月，出来一下。好。月月，大伯真心劝你趁早考虑清楚。这沈念一说到底就是看中你的收入和江家条件，当初被前任抛弃，转头就盯上你这个稳定优质医生，贪图我们家资源。以他的条件，根本配不上你，以后迟早出问题。要是不图钱，当初为什么主动靠近你？换个普通工薪男人，他未必愿意在一起。大伯母，这话我必须说清楚。我和江月相识于实习，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他家境如何，只记得当年我扎针受挫哭泣，是他主动安慰我。和他相处全程，我们约会 AA， 租房时期我分担1半房租，从未主动索要贵重礼物。结婚彩礼我1分未留，全部存入2人共同应急账户。我主动追求念一是我心甘情愿，他独立自强，不靠任何人，从来没有贪图我分毫家产。不要随意揣测污蔑他的人品。你这都吐1周了，走，跟我去查一下。以
后辛苦你啊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好啊，咱们家要添丁了。这是祖上传下来的平安坠，保你和孩子平平安安。谢谢奶奶。总算怀上了，可别仗着怀孕就好吃懒做，家里开销还得靠江月一个人。以前劝她备孕推三阻四，现在怀上倒金贵起来了。现在年轻人怀个孕，娇生厌养，挑三拣四。我们那时候，你大伯母下地干活都不耽误。多吃肉补身体，别总吃素亏待孩子，别为了省钱舍不得吃。大伯母，我孕吐严重，油腻会反胃，医生叮嘱煮少食清淡。哼。以后老宅少去，我不会再让你受委屈。念一，你怎么了？别动，我马上送你去产科。必须卧床静养，禁止劳累，所有夜班暂时全部停掉。月月前途正好，晋升关键期，现在天天请假陪护，领导心里肯定有意见。你要是懂事儿，就该乖乖在家休养，别总出状况让他操心。今天科里忙得脚不沾地，回来路上又堵车。你要是嫌麻烦，就不用天天跑了。你为什么会这样想？我永远都会嫌弃你的。依依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好。大伯说的那些话影响了我的心态。我以为你也嫌我是累赘。以后咱们有什么事只跟对方商量，谁说什么都不听，好不好？依依，当初是我糊涂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程景琛，我们早已毫无关系，我的家庭，我的孩子，都与你无关，请你不要再来打扰。保安，请把这位先生请出去，以后不允许他进入小区范围。他不会再来了，你和宝宝都安全。我已经联系物业了，明天一早换门禁卡和密码，他再也进不来。江月，过去的事我们都不要再提了，从今天起只看前面，好好守护我们的宝宝。好，一家三口，谁也别想打扰。奶奶，您怎么来了？快进来。来看看你，身子还好吧？奶奶您来了，快坐。好孩子，
奶奶看你们把日子过好，奶奶就放心了。奶奶，您能来看我，我就很开心了。母女平安。先把汤喝了，营养跟上恢复才快。哟，搞这么多洋玩意儿，我们那会儿啥都没有，孩子不也养得好好的？嫂子还专门请了月嫂啊，排场真大。来，孩子得给我裹厚实点，小婴儿怕冷，着了凉可不得了。大伯母，医生说新生儿不能裹太厚，容易捂热综合症。我生了3个孩子，都是这么大的，医生懂什么？你一个年轻人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大伯母，是产科医生的专业建议，我必须听医生的。来，给孩子去胎毒，老祖宗传下来的法子。阿姨，新生儿不能喂糖水，会影响肠道菌群，儿科医生有明确交代的。请个外人来管我们家的事儿，你这当妈的倒省心了。嫂子，我家宝宝我自己带的，哪用得着花钱请什么月嫂？当妈的连孩子都不会带，那还生什么呢？就是过度依赖外人，自己不上心，这当妈当的。家里育儿以念医和医生意见为准，谁再强行灌输偏方，打扰产妇休养，就不必再来串门。之前是我们思想老旧，总说难听话委屈你，你大度别往心里坏。大伯母，都过去了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依依，这个辅食食谱你试过没？我家那个小的特别爱吃。这个好，念念也到家辅食的时候了，回头我试试。一家人互相包容才能长久。依依踏实善良，是我们江家最好的媳妇儿。婚礼上的闹剧，爸妈的拖累，亲戚的冷眼，差点失去孩子的那些夜晚，都过去了，一切都值得。